到大家的问候了啊，然后我们依次有请各位主创，首先有请领衔主演肖战、庄达菲，欢迎两位。谢谢啊！同时我们还要请上的是特别演出梁家辉，家辉哥欢迎你！哇，欢迎张文新，欢迎文新，欢迎，我们这个位置 OK 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各位主创跟我们这个厅武汉的朋友们依次来打个招呼，有请。武汉的朋友你们好！今年现在是初5，所以大家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过年好，来，谢谢。武汉的朋友们，大家好。然后今天是初5，迎财神，祝大家发大财。谢谢。武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庄大菲，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早日暴富，谢谢。谢谢。有新的希望啊！来，文心吧。大家好，我是张文新，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生意发大财，谢谢。谢谢。一样。谢谢啊！来，所有的武汉的，在这个厅里的观众，新年好！今天初5接财神，咱们5个财神一起来接呗！谢谢，太好了啊！今年不知道暴富到哪种程度啊！5个财神啊，今天顺利接到了，太好了！今天我们武汉的观众朋友呢，看完电影之后就能看到各位主创进厅跟大家互动啊。我们还是先来讨论一番。首先我们要讨论的一定是关于我们的武侠部分啊，关于动作的部分。大家都觉得这个动作当中有奇招，与时俱进的去做了很多设计。其实也要告诉大家，听说这些动作，我们的徐导都有把它画下来，就不仅仅是把它这个画下来，然后又很具象化的呈现在了这个大荧幕上。导演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我们讲讲这个动作招式的设计上，还是跟大家讲一讲这其中的一些玄机。其实金庸小说里面的武功都很神奇的。我拍过他的小说的《笑江湖》跟《无不败》。在小说里面呈现的这个描写，你是要脑补。那《射雕英雄传》其实很文明的，就降龙18掌，这18掌肯定是大家很期待，所以一定要在事前有所设计，把它18掌给设计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功能跟打法，因为它对的是个吸毒，那吸毒的蛤蟆功都是音波了，他的18掌怎么打？所以这一块要特别设计好。所以18掌里面有很多招是可以把吸毒给打败，虽然他险胜，现在他险胜，不过还是18掌还是很厉害。对，所以这次也非常的过瘾啊，让我们看到了降龙18掌当中的非常奇绝的招式啊。其实除了会在动作设计的部分，导演还有整个团队做了很多常看常新、与时俱进的设计之外，包括音乐的部分，我们也花了很多心思。以往提到《射雕英雄传》，脑海当中耳熟能详的是非常经典的那1首或者2首旋律。这一次大家有听到吗？我们的旋风杀出现在片中，不止一次哈，导演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的 BGM 是怎么去设想的？这个旋风杀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跟我很喜欢这个做音乐的人是卢冠廷因为他写过一生所有，一生所爱，所以你们熟悉他的歌，这个一生所爱。可是我一直听他的歌，听了很多年，所以这次请他出来写这个狂风杀，也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歌很适合他，所以他写之后我就拿出来，先用蒙古话先唱，我唱了后我觉得这个歌就很适合这个在大草原的感觉，所以我用了，其实很想用多几次，可是在剧情里面就很适合用这么多次，是这样子。大家如果没有听够的话，也可以在看电影的时候再去听一下和感受一下那种草原的辽阔，同时那种摇滚的那种力量啊，非常的贴合我们电影的气质。另外说到郭靖这一边的角色啊，大家也有注意到，其实其中有一条主线的关键词是关于寻找。
对，关于这个寻找的过程，郭靖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寻些什么，在找些什么？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其实也是在前不久，就是春节期间，然后去看了电影。那我完整的看完电影之后，其实我有一些新的感受，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寻找什么？我觉得是一个寻找自己，寻找自己在乎的东西，所爱的人也好，事物也好。那在这个江湖里面，我们需要成长。何为江湖？我认为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那人之间的纽带是什么？我认为是情感。那所以为什么我看完之后，我突然更加明白了导演一直在提到的浪漫是什么？我觉得浪漫就是每个人需要去过自己的那一个情关，无论是李萍也好，郭靖也好，黄蓉跟华筝也好，甚至是吸毒也好。所以每个人之所以可以成为侠之大者，每个人可以称之为侠，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去过自己的侠义之情的那一关。那寻找，再回到寻找的这个主题上来说，我觉得郭靖是寻找一个答案，然后也是在寻找自己所在乎的情侠。对，就是这样，谢谢。谢谢啊！每一个问题抛出来之后，都有非常认真的回应和解读。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找到了自己对于身份的认同和那个底色啊。来，我们快点 Q 一下家辉哥。家辉哥，我们要补一句迟到的生日快乐，这个厅也要把祝福送给家辉哥。昨天是家辉哥的生日，而且我还可以给你们透露一个彩蛋。家辉哥昨天晚上是怎么共度生日的？要不要分享一下给大家？我哪有什么？昨天晚上是准备到武汉来啊，在飞机上准备跟武汉的观众朋友见面了。哦，哎，不是听他们跟我说，导演给你设计了一下这个生日的 surprise。没有，那是不要剧透。这是私人珍藏，当然剧组就是他们都会给我准备了。没有你别让人家吃醋好不好？好，这部分没有剧透出来就算了，但是我们看到了已经被剧透出来的。你们有没有看官方微博啊？我们这个肖战在过生日的时候，导演是给 surprise 了的，这个是可以剧透的啊，已经短视频放出来了。我的那个也快了。怎么导演你想说什么？没，我觉得也是失常的事情是吧？对，去年10月份的时候，记得公开的是吧？对，公开的已经放出来了。对。因为生日都是大家朋友之间很珍惜的一个日子，所以开点玩笑也是很值得，我觉得是。当时是剧组还大家就是集体隐瞒了一下啊，我看到那个庄庄还有文心都配合了一下，然后给肖战送上了这个5号的祝福。对，肖战给我们分享一下那种意外。对，其实我本人我觉得生日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符号而已，所以其实还好。但是我那天确实没有想到，因为平日里的导演都是一个比较严肃，然后比较认真、比较不苟一切的感觉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所以当时也没有想到说要过这个生日，先好好拍戏。导演突然跟我说加了一场戏，而且是非常有剧情，然后有逻辑的，以及现场所有的灯光每一个部门都配合到位了。我根本还要到桥头那边。对，我根本没有往其他方面去想，我就说好，导演，然后因为要抢那个天光，导演说要抢天光，你快，然后导演就拉着我说走到这个地方，然后再走到桥头，发现没有人，再走回来，然后找华筝，然后还要带着那个7张机的画，然后我想好，我就脑子迅速的然后记下了所有的点位，我说好，来吧，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结果还是很感动，在当下真的有被触动到，然后也谢谢所有剧组的主创们，谢谢。没有，当然官方已经披露出来了，但是你不要再讲了，因为这真的都在吃醋。对，现在其实现场每一个人是，我感觉了哈。感觉大家在吃醋，都想跟你一起过生日。是的。蛋糕呢？怎么还不推出来？
为什么只有你有意外？我也有个意外。其实非常感谢剧组，非常感谢导演的这种很刻意的安排。没有穿帮了是吧？对。没有，但是我们能感觉到，原来导演的这种浪漫不仅仅是呈现在了大荧幕当中，在生活当中对待我们剧组的成员，也是有这种很浪漫的情谊在啊，特别好。我们再说回到电影剧情的部分啊，我们要说说静蓉之间的爱情的部分，我们也看到他们两人之间在为共同的信念而共生死的这一份义气所在。我们请这个庄庄跟我们分享一下，网友提到的非常印象深刻的其中一个桥段，就是说黄蓉和郭靖隔空对望的时候，虽然你戴着面罩，那个时候无法相认，然后眼含泪水的那种情感和情绪，能不能给我们回味一下现场的时候是怎么把握的？因为当时的理解，其实觉得这两个人他们是非常懂彼此在做什么的。然后我觉得黄蓉做的更多的是希望能在背后是真正的给到他支持，而不是说，我的出现会成为他的负担这样子，就是更多的像是双向奔赴、并肩作战吧。然后我其实有想象过那个场面会多么的宏大呀，或者有多少人，但是那一刻真的到了草原，然后在马上面，然后看到那么多人围着，然后看郭靖一个人在展示他的武功的时候，就是那个眼泪有点是控制不住，是真的是从心底为他骄傲和自豪，而且也很放心了，就是看到他的武功现在进步的这么大啊。对，那一刻有欣慰，然后同时也从内心底里面有一些的挣扎和纠结，但是希望能够给他鼓励，让他有更远大的理想，对不对啊？谢谢分享啊。我们也来说说这个关于欧阳锋这边的团队的问题啊。欧阳锋老师这次带团队了啊，这个团队怎么样呢？反正我们看着是觉得他们非要贴脸开大，对吧？非要一探究竟，到底这个争论一下这个和郭靖之间的这个对决到底是谁胜啊，谁败？谁胜谁败？险胜。大家都去回答了啊。这个问题是这样抛出来的啊，因为网络上说现在有2种团队，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觉得您带的这些跟班们属于是哪一种，好不好？您听听啊，一种团队叫做镇山的虎、善战的狼、忠诚的狗和远见的鹰，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是墙头的草、划水的鱼、推藤的鼓、拖油的蹄儿、背锅的侠和马后的炮。对，您觉得您吸毒团队是哪一种？那么烦的问题，我往上回答就好。那个题那么长。是，对，就是想听听你怎么评价你的队伍。反正那个欧阳锋那边就没什么团队了，那肯定是第二批了，我都忘了你刚才讲。对，就是很鲜明嘛。我们戏里头啊，确实有一个团队是挺团结的。因为他们都有好的领导，他们就丐帮，因为有，前面是洪七公了，后面当王蓉成为丐帮帮主的时候，他就统一天下了，天下丐帮。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就是我们普通人在职场当中，如果要带团队的话，应该要怎么带团队？应该怎么带团队？都可以啊，没有，但是你看我的那个团队。最后都是死在我手里，所以啊，不是带团队的问题，是跟老板的问题，跟哪种老板是最好的，你们自己去选择吧。没有，但是我又回到又抢风头了啊！没有。金庸先生在戏里头所描述的那种浪漫，确实我在整个戏里头我感觉到。而且有一种共生死的，其实可能大家都没有看到。刚才你们看了是吧？而且很多人看了不止一遍，是吧？在面对蒙古大军的时候，谁站出来？郭靖跟郭靖一块面对蒙古大军，那种共生死、共患难。黄蓉，你还是骑马过去，我跟他并肩冲入蒙古大军里头啊！我还打头阵呢，真正的并肩作战。你看这种共生死，
所以哎，没记住啊，没什么特别关系的，生死之交啊。所以戏外我跟他之间的那个拼个你死我活，也就是一种生死的相搏，对吧？走了，话已至此，算了，反正还是我险胜。所以戏外走的是反差萌来的啊。那我们说说这个侠字吧。对，既然我们的电影的片名叫做《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我们看到其实导演也提到说，这个电影当中很多个角色都有一种侠气，比如说李萍牺牲了自己是一种侠，对吧？然后我们看到金荣他们守边关也是一种侠，所以我们也想请几位来聊一聊关于侠的体现。我们先请华筝来聊吧，就是他们一人说一句话，好不好？算是一种希望，也算是暂时的告别。我们先请徐导，一句话，一人一句，这一次一人一句吧，好不好？没有稍等来，我等你啊。哎，来吧，我们那个家辉哥先休息一下啊，我们请这个徐导。你干嘛呢？我等你们。出身哈巴宫是吧？希望谢谢大家来支持这个电影，我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电影，继续刷我觉得这个电影留给大家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记忆，希望大家永远记住这部电影所有的一切，谢谢。我们很喜欢。谢谢啊，请大家今天拍到的素材也可以帮我们广泛传播一下啊，来有请。好，我想说什么呢？我刚突然又想到一个感受，那我也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是在物是人非之后，在经历了万千之后，你还是你就好。谢谢。谢谢，永葆自我，永葆信念。来，庄庄。那就希望大家在看完电影之后都能找到自己心里的那个大侠。谢谢。谢谢。文心来，我们一会儿请家辉哥压轴。希望大家在每一次看完电影之后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带上自己的好朋友，然后亲人一起走进电影院，跟我们一起闯荡江湖。谢谢。谢谢，来，我们老江湖，最后压轴发言一下啊，家辉哥。不发言是展示。你们都知道欧阳锋的蛤蟆功，最后是为什么练到这个程度可以险胜降龙18掌？好，给你们展示一下，先是降龙18掌。来吧。好厉害！来，掌声！所以练成蛤蟆，练成蛤蟆九阴真经跟降龙18掌打下来的蛤蟆功更进一步。这个回合先生，期待下一个回合。必须要扳回这一城了。谢谢家辉哥，今天真的辛苦您了，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欢乐，然后包括整个剧组也非常用心的呈现了电影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多多做宣传。我们最后一句话的口号：降龙18掌，好运掌掌掌。我们合影的时候用这句话，好不好？好。谢谢武汉的朋友，最后我们请5位主创转身，站立就可以啊。